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美股坐标系。Coinbase 上市至今，股价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落差超过100%。它在2021年上市第一天，盘中摸到了429美元，到2022年底，最低跌到了32美元左右。而同期比特币的最大跌幅大约是65%。一家号称加密基础设施的公司，跌幅比比特币本身还要深得多。那它到底是基础设施，还是一个放大器？明天，也就是5月7日盘后 ，Coinbase 公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把这家公司认真拆一遍，看看这家公司本期财报后是否是一个合理的进场点位。咱们先把商业模式讲清楚。Coinbase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叫交易手续费，你在它平台上买卖加密货币，它抽一笔费用，这块收入长期占总营收的60%到70%。用一个简单的类比，这就像一个菜市场的摊位费，市场人越多，买卖越活跃，摊位费收的越多。一旦大家不来了，收入直接归零。Coinbase 的手续费结构就是这么直白的一门生意。除了交易手续费，它还有2块增长中的收入。第一块是订阅和服务收入，主要来自2个来源，一个是面向机构客户的托管和交易服务 Coinbase Prime， 另一个是稳定币 USDC 的储备利息。Coinbase 和 Circle 共同运营 USDC， 储备资产存在货币市场里，每年拿几亿美元的利息分成。2024年全年，这块收入大约是15亿美元，占总营收的比例已经接近35%。第二块是他自己搭建的区块链网络 Base， 一条建立在以太坊之上的 Layer 2网络。Base 目前在以太坊生态里的交易量排名靠前，但它对 Coinbase 实际财务的贡献现在还相当有限，是一个更偏长期的战略布局。明天最新季度财报，市场主要聚焦交易活跃度与订阅业务的韧性表现。目前市场一致预期，本季度营收约为15.52亿美元，同比下降26.17%。EBIT 约为2.03亿美元，同比下降72.04%。调整后每股收益预计为0.29美元，同比下降85.22%。公司上季度披露的主营业务结构显示，交易业务收入405.54亿美元，占比56.47%；订阅和服务收入282.80亿美元，占比39.38%；其他收入2.98亿美元，占比4.15%。公司现阶段的主营亮点在于高毛利的订阅和服务板块，提升了整体盈利的抗周期特性。面向发展前景的核心业务仍是交易与订阅的双驱动结构，其中订阅和服务收入为282.80亿美元，同比信息未披露，但在交易周期波动期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交易量与价差敏感度仍是公司短期业绩的核心变量。若加密资产价格波动回升，买卖价差与交易频次的同步提升能快速放大营收弹性。历史上，较高的现货与衍生品成交占比能带来更高的单位抽佣，但在波动回落阶段则快速回落，导致营收高弹性与利润高波动并存。本季度市场预期的营收同比下降，反映出对交易活动边际趋缓的担忧。若比特币与主流代币在财报期前后出现显著波动，交易端可能带来超预期的正负双向偏差。费用侧，若公司继续优化做事与结算环节的成本结构，交易毛利可能维持韧性，从而缓冲成交量下行对利润的冲击。订阅与服务的稳定器作用。订阅与服务业务通常包括利息收入、托管与区块链奖励等高毛利项目，在交易淡季对利润提供重要支撑。上季度毛利率高达87.22%，显示费用结构对稳定收入的高杠杆特性。本季度若客户资产规模与链上活跃度保持稳定，订阅与服务的毛利占比可能继续提升。随着机构客户对托管与结算合规的需求提升，以及美元利率维持在较高区间，相关利息与托管费倾向于保持平稳，对冲交易波动。中期看，若公司扩大机构产品线，延伸到更多合规市场，订阅与服务的收入占比提升将是改善盈利质量的关键路径。从近期机构评论来看，市场观点整体偏谨慎，占比较高的一方认为本季度营收与利润将承压，核心理由是交易量波动与费用端的不确定性。多家机构提到，交易活跃度回落与用户增长趋缓导致收入弹性减弱。
同时，预计订阅与服务收入对利润的支撑仍在，但难以完全抵消交易下行带来的拖累。也有机构指出，如果加密资产价格在财报窗口期波动放大，交易端可能带来短期业绩的正向偏差，但当前一致预期已反映较为保守的基线。总体而言，更大比例的观点倾向于保持谨慎，关注费用效率与订阅业务的稳定贡献，以及财报发布后指引对全年节奏的影响。所以，这次财报市场并不期待一张漂亮的成绩单，问题不是会不会差，而是差多少，以及管理层对接下来几个季度怎么看。在讲具体分析之前，有一个持仓背景值得单独说一下。Cathie Wood 管理的 ARK 基金，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木头姐，是 Coinbase 长期最重要的机构股东之一。根据最新的持仓数据， ARKK 持有 Coinbase 的仓位一度是它第一大或第二大重仓股，持仓市值超过7亿美元，占 ARKK 整个基金资产的比例长期维持在 10% 左右。这个信息本身有2层含义，你需要分开理解。第一层，木头姐重仓 Coinbase 是因为她长期看好加密货币成为主流金融基础设施这个叙事。她的逻辑是，随着比特币 ETF 获批，机构资金入场， Coinbase 作为合规交易平台的核心地位会不断强化。这个逻辑在2024年是奏效的， ARKK 那一年的回报相当一部分就是靠 Coinbase 贡献的。第二层也是很多人忽略的， ARKK 基金本身这几年管理规模缩水非常厉害。2021年高峰期 ARKK 的管理规模超过280亿美元，到2025年这个数字已经萎缩到不足70亿美元。规模缩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基金赎回压力来临时， ARKK 需要卖出持仓，而 Coinbase 这种流动性相对有限的股票会因为大股东的抛售产生额外的下行压力。换句话说，木头姐是 Coinbase 的背书者，也是潜在的卖压来源。这2件事同时成立。今年 Coinbase 宣布了一轮裁员，规模是全公司员工的 14%， 同步启动内部重组计划。 CEO Brian Armstrong 在声明中明确表示， AI 正在改变公司的运营模式，很多原来需要人来做的工作现在可以用 AI 替代。首先，裁员 14%， 在绝对数量上大概是几百人的规模。 Coinbase 整体员工数量在高峰期超过6000人，经历过多轮裁员之后，目前大约在3000人出头。这次再裁 14%， 意味着公司在人员规模上还在继续收缩。其次，把裁员归因于 AI 是现在硅谷很流行的一个叙事框架，这个叙事有它真实的成分。 AI 确实在改变客服、合规审查、代码生成这些岗位的人员需求，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裁员理由，比如说我们收入下滑，需要控制成本，听起来要好得多。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次裁员背后的财务逻辑。 Coinbase 的人员成本长期是它最大的运营开支之一。2022年加密寒冬，它亏损25亿美元。那次教训让公司对成本结构的管理变得非常敏感。2024年市场回暖，它的盈利能力快速恢复，但员工规模并没有大幅扩张。现在提前收缩人员，是在为可能到来的下一个周期低谷提前布防。还有一点， Armstrong 说 AI 正在改变运营模式，这句话如果是真的，意味着 Coinbase 未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运营成本的增速可能会低于收入增速。这在财务逻辑上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样的收入规模，利润率可以更高，但这个逻辑能不能兑现，需要看未来几个季度的实际数字，而不是 CEO 的表态。我个人觉得有3个市场没讲透的逻辑。第一个， Coinbase 最大的竞争威胁不是其他交易所。市场上讨论 Coinbase 竞争的文章通常会提 Binance、Kraken、Robinhood 这些名字，但有一个更根本的威胁，几乎没有人在认真定价，那就是美国监管框架落地之后，传统金融机构全面进入加密交易市场的可能性。Coinbase 现在能收取相对高昂的手续费，核心原因是它处于一个监管相对模糊的市场里，用户没有太多受监管的替代品可选。但如果美国的加密立法真的在未来2年内明确落地，摩根大通、贝莱德、嘉信理财这些机构完全有动机和能力下场做加密托管和交易业务。他们的合规基础设施已经就位，客户资源是现成的，资本成本比 Coinbase 低得多。到那个时候， Coinbase 的护城河是什么？品牌认知度、先发优势。
这些东西在面对摩根大通时能值多少钱？这不是一个明天财报需要担心的风险，但这是一个3到5年维度上真正会影响 Coinbase 长期估值逻辑的结构性问题。第二个 ，USDC 利息收入是一个被高估的稳定性。过去2年 ，Coinbase 一直在跟投资人讲一个故事：我们的收入结构在改善，我们不再完全依赖加密市场的交易量，我们有更稳定的订阅和服务收入。这个故事的核心支柱之一就是 USDC 的储备利息。2024年，这块收入大约是7亿美元左右。但这里有一个逻辑漏洞，这块稳定收入实际上是建立在高利率环境之上的。美联储现在的基准利率在 4.25% 到 4.5% 之间。USDC 储备资产存在货币市场里，利息可观，但一旦美联储降息，这块收入会直接等比例缩水。利率降1个百分点，利息收入大概减少1到2亿美元，具体取决于 USDC 的流通规模。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在今年还会有降息动作。如果这个预期实现， Coinbase 那个收入结构越来越稳定的故事就会少掉一条腿。更微妙的是，降息往往会推动风险资产上涨，加密市场可能因此走强， Coinbase 的交易手续费可能会上来弥补利息的损失。但这是一个左手换右手的过程，两块收入此消彼长，净效果很难简单预判。这种结构比它表面看起来的要脆弱。第三个 ，Base 网络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长期压铸。Coinbase 这2年讲的最兴奋的故事是他自己的 Layer 2网络 Base。Base 的开发者活跃度确实在提升，在以太坊生态里是一个真实的玩家。但有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 Base 的成功跟 Coinbase 的股价之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传导周期。网络费用目前的规模和 Coinbase 每季度的交易手续费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更重要的是 ，Base 完全依赖以太坊生态的健康。以太坊在 Layer 2的竞争格局里，如果失去相对优势， Base 的护城河也会随之动摇。如果今天有人买 Coinbase， 主要看的是 Base 这个逻辑，那他可能需要等很多年才会在财务数字上看到这个押注的兑现。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期里， Coinbase 的股价还是会跟着比特币的涨跌大幅波动，而不是跟着 Base 的技术进展走。估值问题，我不想用市盈率数字绕圈子，直接说结论。买 Coinbase 本质上是在用一个带杠杆的方式压住比特币继续走强。历史数据非常清楚，2024年比特币涨了约 120%， Coinbase 涨了超过 200%。 2022年比特币跌了 65%， Coinbase 跌了将近 85%。 这种放大效应意味着你对 Coinbase 的判断首先必须建立在对比特币走向的判断上，而不仅仅是对这家公司基本面的判断。当前的宏观环境对这个判断增加了额外的复杂性。美联储的降息节奏、美元的强弱、美国关税政策的反复，这些因素都在影响机构资金进入加密市场的节奏。这些变量完全不在 Coinbase 的控制范围之内，但它们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季度的手续费收入。明天财报出来之后，我建议你重点看3个地方，而不是只看 EPS 达没达到预期。第一，交易收入的同比变化。加密市场有明显的周期性，环比数字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很大，同比才能看出趋势。第二，订阅和服务收入的增速有没有放缓，这是判断 Coinbase 降低周期依赖这个故事是否在推进的核心依据。第三，管理层在电话会上对监管环境的表述。现在美国的加密立法处于一个关键窗口期，管理层的措辞会透露出他们对这个立法进程的实际判断，而不是 PR 稿里的乐观表态。裁员 14% 这个动作在短期内会压低运营成本，对利润率是正面的。但如果接下来几个季度营收增长依然高度依赖比特币的涨跌，那这家公司的底层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Coinbase 是一家有真实收入、真实用户的公司，但它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它永远是加密市场情绪的放大器，而不是消除器。这既是它的机会，也是它的宿命。好，今天这期到这里，我们下期见。